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信是保罗书信中最长的和最显著的一卷。保罗之前也被称作大士的扫罗，他是犹太人的教师，也是位法利赛人。他充满激情，谦敬于摩西五经和以色列的传统。他把耶稣及他的追随者当成是个威胁，但之后他与复活的耶稣有一个非凡的相遇。耶稣呼召他成为使徒，就像官方代表一样，去到非犹太人，即圣经说的外邦人的世界那里。从此我们便开始用他的罗马名字保罗，他走遍了古罗马帝国，传讲关于复活的万王之王耶稣，然后使他的追随者聚在一起，组成这些被称为教会的新团体。而保罗有时会写信给这些新的耶稣的教会，帮助栽培他们的信仰或者回答疑问。而罗马书则是其中之一，是写于他侍奉生涯的晚期。现在我们从使徒行传中知道，在罗马的教会成立已经有了一段时间，教会里有犹太人和追随耶稣的非犹太人，但罗马皇帝格老丢驱逐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，然后约5年后，所有这些犹太人，包括跟随耶稣的犹太人，被允许返回。当他们找到一个教会时，却发现这里在习俗和做法上已经变得很不像犹太人一般，这造成了教友间的紧张关系。所以在保罗的日子，罗马教会有分裂，关于如何跟随耶稣，人们有不同的意见。他们正在辩论非犹太基督徒是否应该庆祝安息日，或吃犹太人食物，或行割礼。所以保罗写这封信来完成几件事。他想要这个分裂的教会统一起来，为了一个实际的目的，他希望罗马教会成为一个平台，好让他的宣教去到西方更远之处，一路去到西班牙。所以这些情况激发保罗写出对福音最全面的解释，即耶稣的生命、死亡和复活。现在这封信被设计为4个主要段落，但是它被看为是一个整体，是对福音的探索。保罗说，福音首先揭示了上帝的公义，然后他也创造了一个新人类来实现上帝对以色列的应许。所以这就是那将教会统一的福音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们将要探索第1章到第4章的想法。保罗一开始介绍自己是神委任的使徒，传讲关于耶稣的福音。耶稣是以色列从死里复活的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，万国之王。耶稣现在呼召全人类来到他的慈爱统治下。保罗说，这个关于耶稣的福音，首先是表明上帝的大能，来拯救信靠他的人。其次，他揭示了上帝的公义。现在，公义是保罗引用在旧约里一个深奥的词语，他描述了上帝的性格。神总是行公义、正直、美好的，但同时他也是信实，会履行他的应许的。保罗说，耶稣的事迹显示神如何做到这2点。怎么说呢？我们首先去看创世纪第3至11章中的创造，它显示了外邦人世界各国是如何被困在了罪恶和自私里。保罗说，人的心和思维已经是腐败了，我们离开了上帝，去崇拜偶像。这意味着我们是在被造物中寻找生命的意义，对他们忠心，而不是对神。这种做法导致我们人性的曲扭和行为的腐败，那么就形成了在公义公正的神面前被看为有罪的人。以色列人可能会说，那是一件好事，神从列国中选择了我们做他的子民，他在埃及救了我们脱离奴隶制度，给了我们摩西五经的律法，像安息日和吃洁净的食物和行犹太人的割礼，这些都显示给我们如何像上帝圣洁子民般生活。但保罗说还没，他回顾了摩西五经和旧约其余部分的内容，显示以色列也像外邦人，是一个罪恶和拜偶像，并在道德人格上已经破裂的民族。保罗说，比起外邦人，以色列人实际上更有罪，因为他们有摩西五经，他们更应该清楚行出来。所以保罗总结说，所有的外邦人、以色列人在神面前都无法自拔地陷入了最终，但这不是最终的。神的回应是耶稣的这个好消息，与其死死地盯着人的罪看，耶稣以以色列弥赛亚的身份来到这世上，为罪献祭，替所有人牺牲。身为我们的代表，耶稣代替了我们，独自承担了正义的后果。因着那些我们在世界上造成的痛苦、罪恶和死亡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一切。
借着他的复活，我们也可以拥有复活的生命。耶稣变成我们，好让我们也要像他一样。保罗说，神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那些相信耶稣的人称义。称义是另一个保罗引用的旧约圣经里常用的深奥词语，这与上帝的公义有关。他表示，因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被宣告是正义的。我们在神面前有了新的身份，而不被定罪。上帝宣告人与他的关系和好，并被原谅。称义的人形成了一个新的家庭，使相信耶稣的人归入神的盟约子民中。称义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未来，开始了因着上帝恩典而转变生命的旅程。所有这些事情，理由是因为上帝的恩赐给那些把信心建立在基督里的人。这就去到保罗在罗马书第4章中探索的，这一切对那些与上帝立约的家庭成员有何影响。保罗提到了创世纪第15章的亚伯拉罕，在以色列人拥有任何律法和摩西五经之前，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被称为正义的义人，是怎么做到的？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将成为一个被神祝福的巨大多民族的家庭，但他和他的妻子撒拉真的已经很老了，他们一直都不能生育。但是亚伯拉罕有强烈的信心，并相信上帝的应许，因此上帝宣称他为义人。所以保罗说，现在亚伯拉罕成了上帝的立约家庭的父亲，这个家庭遍布世界各地，它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，同样相信耶稣，即那位履行了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弥赛亚。所以让我们暂停和总结一下保罗在第1至第4章的核心思想，因为这是了解信中其余部分的基础。一，全人类无法自救地被困在罪中，并需要被拯救。2，然而这种拯救不来自人们试图遵守摩西五经的律法。3，而是因着上帝的公义，通过耶稣的死和复活来拯救世界。4，以便他创造出以信仰为基础的新盟约子民，这个亚伯拉罕的多民族的家庭。所以保罗将要写出这个新家庭将属于一个更大的计划，使他们成为一个以全新的生活方式在一起的族群。但这一切都将以罗马书第1至第4章中的核心思想来展开的。